本週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勁升1.05%，最新報138.63點，幾乎完全收復上週嘅失地。樓市喺指數上，今年經歷完兩週嘅跌轉升之後，上星期又變翻做升轉跌，到今個星期又轉翻做升，而且閒閒地都有成1% 嘅波幅。有部分人就認為樓市已經從3月嘅谷底入面離開咗悲觀嘅情緒，樓價走勢開始轉好。有部分人又認為上週仲跌得多過今週升嘅，其實樓市仍然仲未顯著轉強，所以今個星期只係一個短暫嘅反彈。樓市喺未來仲係有排跌，但事實到底係點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睇樓價指數同睇股票指數係完全兩個概念嚟。喺上星期嘅 CCL 跌咗超過1% 嘅時候，見到有部分嘅人就拎嚟大做文章。其實我睇個市況亦好有信心喺短時間之內會完全收復到失地，因為樓市指數係有誤差嘅成分喺入面。我哋作為投資者係需要考慮㗎。嗰啲淨係攞住個指數為求流量去滿足睇淡人士嘅心理需求，對佢嘅觀眾又有咩幫助呢？亦有人喺我嘅影片下面留言表示關注 CCL 跌咗好多，當時我都係用呢句去回覆佢哋嘅留言。事實上去睇樓市指數係有幾種唔同嘅指數同埋方法，可以摸索到市場係有乜嘢嘅趨勢去產生緊，所以喺呢條片我會再深入少少去解釋有關樓市指數走勢喺度發生緊啲乜嘢事。想知道嘅朋友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喺度，我想為大家解釋翻所謂嘅樓市嘅基本面先。首先，之前政府實行咗樓市辣招超過10年，因為辣招係需要人名制度，導致香港住宅嘅二手市場處於一個極度分散嘅狀態。所以話咩大陸人炒家專門地去炒貴咗啲樓，其實呢啲都係唔成立嘅。其實最主要係香港嘅供需問題係失衡得好緊要。辣招實施嘅時間，政府亦只係控制咗個需求而冇大力增加過供應。假設一個人儲夠首期上車係大概30幾歲，10多年前有80後需要去買樓，去到今時今日90後需要買樓，呢兩個年齡階層嘅人係香港出生率爆炸嘅時代，而且香港持續咁有人口輸入，所以點解之前個樓價覺得咁貴，就係純粹限制咗一啲比較收入高嘅人先可以進入住宅樓市市場。喺呢幾年之間，樓市下跌咗近30%。我純粹用低級公務員薪級表嚟講，人工就大概升咗1成。而家印花稅喺呢幾年仲大減咗唔少，有能力買到樓嘅人已經大大增加咗。你自己睇下身邊有幾多80、90後仲係同阿爸阿媽住，你就知道其實香港住宅需求仍然好大。喺呢幾年嘅樓市下跌入面，個個都覺得未見底就唔買住，所以佢哋係有能力都唔敢買。但係如果佢哋個信心翻返嚟，我又唔相信佢哋會唔買咯。畢竟而家已經公平過租，買樓始終有數為。不過人嘅天性就好衰嘅，正如我之前所講，佢哋係零買當頭起。人去到樓市市場呢，就唔會買到就買，係中意講價，最好就買到最平嗰一個。但係根據我啱啱所講嘅分析，你會知道樓市入面都係嗰一班人，佢哋嘅購買力喺呢幾年之間係增加咗唔少，只不過係人性嘅問題，佢哋係想買平啲。去到業主嗰邊，之前我嘅影片都有講，負資產嘅業主其實我都唔知佢哋點解要買樓，因為買樓不但要貼錢之餘，仲要蝕埋租金。有能力蝕得起嘅業主，我相信都唔係好多，不如繼續供樓好過啦。所以而家買樓嘅業主都係比較有實力，想借機去換樓，或者只係純粹買入咗多年仍然大賺，又俾人嚇到想買樓等跌嘅業主。佢哋亦未必十分熟悉香港樓市市場，現階段嘅業主叫價都唔係十分之進取。可能你聽我講咗咁耐，同 CCL 冇關咁樣嘅，
就係因為好多人評價 CCL 嘅時候係唔會考慮樓市嘅買賣雙方角力緊啲乜嘢。既然減稅同樓價下跌就令買樓要俾嘅錢少咗，咁你認為買家嘅購買力係咪應該增加咗呢？但係買樓簽臨約到成交一般都3個月，但當時買樓嘅人係最少都覺得唔會大跌。時間經過3個月之後，佢哋就正式成為咗業主。最慘係呢3個月之下，樓市指數其實喺度升緊。咁出片嘅時間係2025年嘅8月17日，反映緊嘅係8月4號至8月10號嘅正約成交。咁大概睇翻5月嘅 CCL 又係點樣呢？就係大概升咗1.4% 嘅。大家又記唔記得我喺呢條片講第一城6月嘅時候嘅放量成交呢？再睇下啱啱 CCL 呢個表，你又睇下發生啲乜嘢事？其實6月正約成交嘅業主而家啱啱開始收樓，樓價仲有一定嘅升幅，所以心態弱嘅業主一定係越嚟越少。我喺之前嘅影片我都講過，買賣雙方有利嘅條件正慢慢由買家轉向咗業主，但係以基本面嚟講，能夠參與樓市嘅人不但購買能力提高咗，只係基於人性，佢哋想買平貨。樓市形成嘅穩固期亦係由基本面帶動。當心態弱嘅業主少咗，會唔會樓價又會直線咁上升呢？咁又當然唔會啦。你要知道，所謂嘅價錢對多數嘅買家嚟講只係一個比較，佢哋睇完樓之後平衡完而家嘅賣盤就會心中有個價錢，之後又發夢自己用最平嘅價錢買到最靚嗰個單位。正如我之前嘅影片講第一城咁樣，為咗揀平就揀晒啲最低質素嘅單位，到最低質素嘅單位清咗場之後啦，見到差唔多價錢就不如貴少少去買啲最好嘅單位，個價錢就會咁樣一級咁樣調咗上去。到靚嗰啲單位又去得差唔多嘅時候呢，佢哋又會想買翻平啲，去買翻啲質素差嘅單位，咁樣就會造成咗我之前回覆 CCL 點解會一周大跌嘅原因。因為樓並唔係股票，每個單位都係獨特嘅。如果撞正呢啲嘅情況，成交量又少嘅話，嗰個波幅可以更加明顯。咁上星期 CCL 咪跌咗1.2% 嘅，咁佢反映緊嘅係7月28到8月3日嘅正約成交。而正約係臨約之前2星期嘅，亦即係反映緊7月14號到7月20號嘅臨約成交。咁大家記唔記得嗰個星期又發生緊啲乜嘢事呢？可能大家都覺得冇乜關係，因為大家多數禮拜6日都係唔使返工，但係嗰日就係禮拜6日打風，颱風韋柏襲港。咁啲人買樓多數都係禮拜6日成交嘅，嗰個星期嘅交易亦係極度萎縮。如果撞正買一堆貴嘅單位，個指數就會升得好勁；如果撞正成交一堆好平嘅單位，就會跌得好金。咁而家事實都反映咗嗰個星期係暴跌，所以上星期但凡有一個人同你講呢個禮拜跌超過1%個樓市係死梗嘅人，佢根本都可能唔知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因為樓市指數只係一個大概嘅數字。所以如果上星期升得好勁嘅話，下個星期係會調整翻，係因為佢升多咗。咁而家反之亦然。所以喺我之前嘅留言都講過，其實今年已經出現咗幾次指數突然間大幅跳升同埋跳跌嘅情況。往往你見到而家嘅報導只係報憂不報喜，你會睇到啲人一日可以出幾條片嘅產量。但係樓市升嗰啲時間，佢係唔會同你解釋原因；跌嘅時候又會同你講有排跌。如果你係一個樓市持份者，你又係咪應該相信佢哋嘅説話呢？有時有啲問題，我只可以喺留言度覆大家。為求影片質素，我亦冇辦法有咁高嘅產量，請大家見諒。不過有啲觀眾自己都未必有能力去判斷，就成日經常質疑我嘅説話。其實我由頭到尾都只係用一個投資者嘅角度去為大家講緊樓市發生緊啲乜嘢事，而唔係盲目唱淡或者唱好。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翻我年初出嘅影片，特別係樓價預測呢條片。你睇翻大概半年前嘅留言，只係因為我睇升就已經引嚟有好多謾罵嘅聲音。但係我而家新嘅影片，你見到講負面睇跌同謾罵嘅人比以前已經少咗好多，但係個觀看量反而就上升咗。其實都反映群眾對樓市嘅負面情緒係減少咗。所以我哋投資者睇 CCL 並唔係淨係睇嗰個星期放大嚟講，因為指數係有5
咁差嘅存在㗎。咁我之前亦講過 CVI 亦係另外一個樓市值得參考嘅指標，有興趣你都可以睇下我之前嘅影片。嚟到今次呢條片我就梗係再俾多啲嘅角度大家啦，因為 CCL 只不過係反映緊正約嘅價錢，而 CVI 係反映緊銀行估價。假如銀行做按揭唔係冇錢賺，佢哋係會跟市價去調整物業嘅估價，同時因為銀行做估價係會收到買家嘅臨約去做按揭，所以 CVI 指數嘅變化係會快過 CCL， 所以我都講過 CVI 係會預示到 CCL 嘅走勢。CVI 指數喺6月以嚟亦一直企穩喺50點以上，代表股價一直都傾向喺好嗰一方面。但係股價上買家又唔買又有乜鬼用呢？所以點解我喺影片開初我用咗好長嘅篇幅去講買賣雙方角力嘅原因？呢啲數字先係投資者需要去考慮嘅，因為投資者不外乎就係想賺錢。點解啲人買樓就係覺得樓價會升，或者收租客覺得抵就買嚟收租？啱啱我都用咗若干嘅篇幅去講，其實買家有足夠嘅購買力喺手上，差在買家願唔願意去接受貼近業主嘅報價，或者業主願唔願意減價俾買家。最了解買賣雙方角力嘅人其實就係 agent， 因為佢哋一方面要鼓勵買家買樓，另一方面佢係要恐嚇業主去買樓，佢先可以促成到一單嘅二手成交。所以覺得 agent 一定睇好樓市嘅人，呢啲人一定冇做過業主。我都無謂喺度再講太多。入翻正題，既然 agent 係一個雙面人，其實佢哋係感覺到邊一面嘅力量比較大。力量比較大嗰一邊就會推升或者推跌樓價，可能你又唔係同好多 agent 好熟，咁你又點會知道個市場係點樣呢？其實都係有方法去了解佢哋嘅角度嘅，就係睇兩個指數，中原嘅就睇中原經紀人指數 CSI， 美聯就可以睇美聯信心指數。睇法同大概睇 CVI 係差唔多，都係指數喺平均值以上樓價就會升，指數喺平均值以下就會跌。咁我哋立體啲再睇呢兩個指數，中原嘅 CSI 喺6月尾7月頭就升穿咗50點，而美聯信心指數就喺3月之後指數係直線咁上升。你會發現到同我所講嘅係一樣，係買賣雙方條件開始向業主傾斜，所以樓價開始上升。再結合埋 CVI 一直喺50點以上，呢兩個趨勢都話俾我哋聽，未來樓市應該係要提升。所以間中 CCL 有一個星期因為成交嘅偏差而導致大幅嘅波動，你可以結合埋呢兩個指數，你就會知道係升多咗定係跌多咗。用指數都開始睇得出個趨勢上升嘅時候，仲有人同你講個別一兩個星期嘅差異去放大負面嘅情緒嘅話，你都知道嗰個人係純粹中意講負面嘅嘢，而唔係同你講實際。結合埋依家租金破頂，9月大機會減息，根本好多利淡因素已經講無可講。你見到 CCL 嘅波動開始大，代表市場上嘅成交開始變少，而導致價格有較大嘅波幅出現。不過可惜嘅係，除咗第一城喺6月嘅放量成交之外，其實喺最新嗰一次嘅週末成交又產生咗一次嘅放量成交。其實喺升市嘅初期嘅放量成交就梗係買家願意用貼近業主開價先會做到，唔通指數轉升同埋心態弱嘅業主開始離場，會係大減價先會放量成交咩？但係睇樓嘅人又越嚟越多，咁你又覺得未來個樓市會點走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兩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